大家好。今天呢，我们来讨论一下，就是灵魂伴侣相见容易相处难这个问题。那我在之前的视频里面，或者是你可以在我的千聊微课里面可以看到，就是我有提过一集呢，就是专门讲灵魂伴侣这个事情的。那还没看的同学呢，可以回去看一下那个连接那个视频那我们一生人呢是有几个灵魂伴侣的，就是所谓的灵魂伴侣、双生火焰这些等等未必是一生人只有一个不是这样子的。那我们呢就活了很多世不同的，有些人可能活了很长的一世，几百世，有些人可能呢就是比较年轻的灵魂，他们经历的比较少。那些活得很长的那个灵魂岁数比较老的，他们当然在几百世里面难不免会有几个灵魂伴侣的出现，有些人可能2个，有些人可能3个。那当然也会有老师有遇到一些情形是真的是很痴情的，他们就是生生世世只对那一个人，就是他们就是属于双生火焰的那种情形也有。所以呢同学们不要说哎呀他就是我的灵魂伴侣，我就非他不可这样子。或者是有些人可能会纠结说，为什么我遇到了这个人可能是对的，可是为什么我们2个人相处的这么不愉快，然后结局不是好的，那我要如何挽回等等可是其实在感情这回事真的不需要太过纠结。再怎么说呢，在对的时间点会来到你生命中的人，不管在感情上是一个好的结局还是不好的结局，它其实大家都是有课题互相要学习，互相要解决的。有时候或许课题是在你身上，有时候或许课题是在对方身上。总而言之呢，就是在那个时间点你们会碰上，都是有那个原因的。那有时候呢是一些很好的姻缘，就在那个时间点碰上了，你可能不是很确定要如何接下来要怎么去沟通或者是怎么去决定这时候呢你也可以就是看今天的占卜来看一下给你什么启示，你可以挑一下你能感应的牌。那有时候呢像我说的，就是你遇到了灵魂伴侣，其实你是遇到了可能你不可能你有那种感觉，对于比较敏感的同学，他们可能会有这样的感觉，是就是说一见到他就是很熟悉的那种有可能是你们前世有遇过了，或者是有些情形是你们前世有些课题还未了的，所以今世又再重新碰面了有时候呢灵魂伴侣的出现也有可能是以同性的方式出现，这样子也有可能的所以大家不要死纠结在一个点或者是一个人身上，就是说哎呀就是那一个人的其实不用这么纠结的。那有时候呢你可能遇到了那个人，可是你们相处之下你觉得很辛苦，为什么你觉得其实彼此都知道我们是对的一对情侣，可是为什么我们相处下来这么困难，我们沟通方面也有问题，思想方面好像也没办法同频等等。今天我们的牌卡就是来解决这个主题，就是灵魂伴侣相见容易相处难，或者是如何要怎么去沟通，或者是你们之间的课题有什么启示能提点你们的，好吗？那同学们一样的就是选一个你能跟你连接到的，然后呢我们等一下来解读很难下手吗？好吧，我相信再怎么难你也选了一个号码，然后呢如果有些3心2意的可能要选2个的，没问题。你只要我们先从一个你比较有联系，比较
强烈的感应的，先从那一个开始，然后呢再解读另外一个。多多少少你今天你会要听到的一些启示，都是你在这个时间点应该要听到的，好吗？好吧，我们现在来开始解读吧。好，首先我们先从1号开始哈。我先来看一下什么样的情形。好，1号的同学，其实你们呢是之前在前世里面就有过一段因果关系的，而其实你们在前世呢是还没有，就是说，就你们在前世有的一些课题还没学习完。所以今世你们才会碰面。那主要你们之间的课题呢，是在你们的那个小我，或者是为了自己的自尊心放不下，或者是会为了坚持自己的意见而放不下，要跟对方争执啊等等啊，就是处于这样子的一种情形。这是你们之间会碰到面要学习的课题，而也是你们之间还未学习到的课题，一直卡在这样子的问题里。那其实如果你们真的是彼此能放下，就是不要这么去在意自己是对的，而反而你静下来啊，先不要急着去为了自己是对的意见而去争，就是去吵这样子。好，反而是冷静下来去倾听对方真实的感受。好，他到底对方心里想要表达的是什么，而不是急于用你自己的思维思想去判断对方的感觉这样子。因为有时候你想的可能是未必是对方正在想的，有时候你也可能想得很复杂，可是对方其实想的就很简单，而你可能误会了，而其实对方也会为了坚持他自己是对的，而你们双方面都会有这样子的争执在。所以其实很明显的就是你们都有过几世的因缘在，可是就是都卡在这样子的一个问题在，这就是你们要去学习的。那其实我再看一下哈，你们2个人呢都是会都是有共同的一个学习的课题，还有一个使命要去完成的。所以如果你们能好好的去连接一下，去彼此沟通一下，当你度过了这个关卡哈，你们2个人都能放下彼此的小我，彼此的自尊心，而用心的去倾听对方的感受，你会发现你们2个人的能量点就会很容易的契合。好，这是你们2个人灵魂之间的一个课题。而且其实当你们2个人真的是心连在一起的时候，沟通已经成了没问题的时候，其实你们2个人在一起是有使命要一起去完成的，就是你们要去像为社会服务啊等等啊，你们2个人都有一个共修的使命要一起去完成的。可是前提是你们一定要先解决你们2个人之间的一个摩擦，一个沟通的问题。然后我看一下，其实你呢可以通过梦里面跟你们的前世的因缘连接。好，那这一个启示呢，可以给予就是单身的同学，如果在感情上还遇到一些挫折的话，或者是还没遇到伴侣的话，你也可以通过梦里面去跟你的灵魂伴侣去连接。
或者是去记起你的前世的伴侣，或者是一些你前世的姻缘的记忆。好，所以在梦里面跟你前世记忆连接，这一个是你们可以去斟酌一下的哈，这是给你们的启示。那我看一下，在这里呢，选择1号的同学，你其实可以用一种精油哦，叫杜松的精油。这一个精油呢，能帮助你呢，第一能帮助你在梦里面，其实那个杜松也会有催梦的那个成分啦，所以如果有用精油的同学，你可以用这个味道哈，它能帮助你呢，就是催梦，就是不是催梦，是引梦，能帮助你在梦里面能做更深的连接。第二呢，也是一个示意你在行为上要有时候思想上要果断一点，就是不要拖拖拉拉，也不要一直反反复复的，你这样子会造成对方的困扰，就是你们在沟通上，对方也很难捉摸你到底真实的想法是什么。好，所以要就是很明确一点，要果断一点，你在你的思想行为上。所以选择1号的同学，整体上来讲呢，其实你现在遇到的他，你们2个人之间是有过前世的姻缘的，好，你们都是认识的，在前世里面，你看这一张就很明显了，你们就是之前的一个前世的灵魂伴侣。可是问题是，你们的课题哦，都是在那个就是在你们的沟通上啦，这是你们2个人都会遇到的课题，所以你们一直觉得说，为什么2个人一直没办法连接，没办法沟通这样子，实际上是要让你们2个人都完全放下自己的思想，好好的用心去沟通，这个就是目前你们要学习的一个课题。那单身的同学哈，你们可能会遇到的灵魂伴侣呢，是出乎你们意料之外的，就是不是你们想象的那种类型。可是，就是有可能他是，就是可能论外表上不会是你们想象到的类型，可是他就是跟你们灵魂维度上，他们是跟你们有连接的，他是跟你有关系的。所以要放开思想。好，完完全全的去敞开自己，去接受无限的可能性哈。所以，整体上第一组的同学呢，主要是你们的沟通思想上，要做功课，然后呢，在梦里面是可以帮到你们去连接你们的以前的前世记忆。好。然后我们现在看选择2号的同学，选择2号的同学很浓情蜜意啊，奇怪哈，我再看一下你们之间的问题哈。你的灵魂伴侣的类型哦，更像是好朋友，然后有家人，充满爱的类型。像选择1号的同学啊，他们是有课题未完成的。而选择2号的同学呢，你们的灵魂伴侣遇到的其实是要一起组织家庭啊，要一起体验爱情啊，会有这样子的一种可能性哦。选择2号的同学会有一个很特别的记忆，就是为什么你们今世要体验这种很完美的爱啊，体验喜悦的爱啊，体验像友谊的爱啊。其中一个原因是你们前世，其中一方可能是属于那种修行人、出家人这样子的一种过去，有过比较多这样子的记忆，那就已经单身
已经习惯单身生活了，所以今世转世来跟你碰面，其实就是要彼此学习，来体验另外一种，有伴侣啊，有爱情啊，然后有家人，组织家庭啊，携手到老的这样子的一种生活。所以选择2号的同学整体的能量就不同了。可是你们会遇到的课题就是，你们会对就是这样子迎面而来的激情啊，或者是这么完美的爱情啊，你反而当你在坠入爱河的时候，你会很担心，你会担心失去啊，害怕啊，你也会担心说，到底能不能在一起啊？有这样子的一种担心哈。那其实呢，选择这一个2号牌卡的，好，不管你现在是在什么样的阶段哈，你今天你选到这样子，那其实你要听到的一个启示就是，你要去相信你这段感情，因为你们2个人碰上哦，你们都是有那个朋友的缘分在的，你们从以前就是一个朋友的一个关系在，所以今世呢，你们的那个其实你们碰到彼此哦，你会发觉你们都能很交心的相处在一起，觉得很舒服，觉得你就是这一个人了。所以你要去相信自己，不要去急。然后呢，在此时此刻这一个时间点，如果你看了这个视频的话呢，其实是一个很好的时间点，去给你为你自己的感情许下愿望啊！你想要在未来想要组织一个家庭啊，想要结婚啊，想要或者是有些可能不要结婚的，就是单纯的在一起也可以哦。就是你要在这一个时间点许下你到底你想要的愿望是如何，你清楚的知道你想要怎么样的一个结局，然后呢就去相信它。然后就是尽情的享受，因为你这一段关系里面其实是充满美好的。好，你呢，我看一下，反而是你要解决的是就是彼此的焦虑跟不安，就是可能不相信自己呀，为什么这么走运呢，这么好运啊等等啊，这一方面焦虑的问题反而是你要去看的。可是论感情上跟沟通上都没有太大的问题，反而是要你自己去相信，而且你们2个人会像很好的朋友这样子在一起，然后慢慢的成为伴侣这样子。所以一些单身的同学还没遇到伴侣的你们遇到的对象就是会有这样子从朋友能够交心，能够谈论心事啊，能够一起交换思想啊，这样子的一种关系在，然后延伸下去的发展下去的感情。所以要相信自己哈。那如果有用精油的同学呢，大西洋雪松这个精油能帮助到你，它能帮你解决到你心中的不安跟焦虑啊、恐惧啊等等哈。大西洋雪松的精油可以帮到你。我看一下，主要呢还是你就好好的去相信你这一段，好好的去经营你这一段感情吧。选择2号的同学，我觉得是不错的哦。你遇到你的灵魂伴侣，会是这样子的一种情形，很美好的一个情形。剩下的就是要靠你自己去相信他，然后呢，就是在这个时间点清楚的知道你们接下来的打算是什么。到底要组织一个家庭，还是就是注册就好了，还是怎么样就有一个打算。我们现在看第3号的同学。我先来看一下，第3号的同学很明显有一个课题在，就是你们前世可能会曾经经历过就是分离的那种
感觉。像1号的同学啊，选择1号的同学，他们肯定是在前世已经是前世的情侣，已经是前世有姻缘关系的，可是他们有一些课题未了，所以今世呢，彼此又在碰上面了，可是还是会很难相处在一起会有沟通相处，还有思想上的一种课题在，需要他们去面对去解决的。那选择2号的同学他们是主要是在他们会是像前世的朋友这样子，朋友又在重逢，然后今世呢可能由朋友的关系转成情侣这样子的一种关系在。而3号的同学不管你是男的还是女的，然后你们的前世也不管你们前世可能是兑换角色，可能你是一个男的，对方是一个女的，你们前世呢是常常会遇到彼此相爱，可是到最后可能会遇到战争时期被迫分离啊，或者是可能家长的因素啊，或者是种种的因素而没办法在一起。可是你们是属于那种前世有过刻骨铭心的爱，可是没办法相处在一起的感觉。这是你们要经历的。所以可能你现在遇到的他，如果是已经遇上伴侣的人你们可能会在对方的眼中看到一种很失落的那种，或者是会莫名的觉得你遇到他好像很熟悉的那种感觉，可是你会有莫名的心痛啊、失落这样子的一种感觉在。原因是前世的分离感那种记忆还在就是前世没办法在一起，而今世呢把你们牵引在一起碰上面，然后今世呢就要看你们能不能够去好好的维持这段感情。会有一些阻碍在我看一下，主要是你们2个人都会带着一种很沉重的心情碰上对方，2个人都可能会对这一段感情没有自信心你们2个人都会不自觉的散发出这样子的一种气息在。这一个启示也是对单身的同学也是一样就是当你遇到这个人，你的其实会是你的另外一半的时候，你们2个人会莫名的对你们这段感情没有自信心这是你们会遇到的一个课题，因为你们前世分分离离的那种感觉太多了，2个人都自带这样子的一种能量在。所以选择3号的同学呢，反而要你去为过去的分离，不管是过去你抛下对方，或者是被对方抛下你，或者是因为你们的前世某种原因而没办法在一起，你要去原谅这一段过去的回忆，要去释放掉它这是你们2个人都要去学习的，要去疗愈这些你们的不愉快的前世记忆。然后呢，你们今世好不容易再碰上面了，就要去珍惜对方，要好好去把握。会有2种情形有可能你们到最后还是没办法在一起的，可是呢成为好朋友也可以，就不要说反目成仇这样子。那如果是有打算在一起，可是没有自信，或者是遇到周遭家人的反对啊，或者是朋友啊等等就是会有一些事情来阻碍你们的时候，那你们2个人呢就要坚信，要彼此携手同行，要答应对方，就是大家2个人同心，好好的去面对这些所有的问题，因为问题都是可以解决的压力根本就不是问题只要解决了过了，那你们就会看到就是雨过天晴了。所以你们2个人呢，就不要今世如果再碰面的话，就不要再重复以前的模式，就是因为某种原因而分开这样子所以这一个是你们去注意一下的。就是整体来讲呢，就是要你去保持你的一个正念的思考，要对你的感情是有自信心的先从你的正念思想
开始，当你的思想是正念的，你是对自己的感情自信心的，可能单身的同学哈，你也不要放弃，就是你对你自己是自信心，有一天你会遇到他的。当你的整个能量，你整个思想是正念的，你就会散发出很正的正能量，好，来吸引到对方的到来，而你的正能量是可以疗愈到对方的。所以先要从你相信自己的感情开始。那我看一下，如果有使用精油的同学哈，你可以用天竺葵，因为天竺葵呢，它能帮你就是像帮助你柔和自己的内心，增加更多的爱心，而且也是孕育感情的一种能量的精油。所以整体上选择3的，是你需要做的就是去疗愈，去释放掉你们以前分离跟伴侣分离的那种不愉快的记忆，然后你们要去相信，你们这一次你们再重新遇到一起的话，就要一起珍惜，就不要再轻易的分开了。你们相信命运的安排，你们以前已经经历了很多一次又一次的分离了，是时候这一世要让你们好好的学习，要怎么去有一个完美的结局，要在一起这样子，好不好？好，所以我们先来看选择4号的同学。很有趣，我看一下哈，今天的解读真的是觉得有趣。我看一下，选择4号的同学哈，你们以前曾经是有过像是贵族啊、大户人家的千金啊，或者是甚至有些同学可能他们会有一些他们曾经是公主的记忆都是在宫殿里面像公主这样子的一些前世记忆的，这是对的，因为你们以前都是曾经有过出生在这样子的一种环境里面。好，只是可惜的是，像你们是千金小姐啊，或者是像公主啊这样子的一种身份，你们没办法很轻易的去表达你们的真实的感受、真实的爱意，这样子，就是你们都活在你们的宫殿里面，不敢真心的去表达对方的感情，所以你们一次又一次的碰面了，可是都还是处于那种，因为没办法表达自己的真实感受，可能而错过了时机这样子，所以你们的前世会有过这样子的一种，一直在重复不断的这样的一个模式，就是你没办法去表达，不敢去表白这样子。我看一下啊，可是你们又很向往完美的一段感情，就是在你们的思想中，你们会想要像你是公主啊，你会想要很完美的王子啊来到你身边啊，所以你就一直在等待，一直在等待。所以可能选择4号的同学可能单身的也会很多因为你们都一直在等待那个完美的感情，这是因为你们的公主架子放不下，你们的千金小姐、大家贵族的那个架子放不下。其实你要学会放下那个架子，作为一个普通的人，不要去太过在意，就是不要去奢望能遇到一个很完美的人，因为没有人是完美的，反而你要去用心的去许愿，去想要遇到的，要去吸引过来的是一个真的是你真爱的人，而不是完美的人。而当这个人出现在你面前的时候，你要学习的课题呢，就是你要懂得如何去表达你的感情，而不要等对方来做
不要等对方做主动，因为搞不好你又会这一世又会因为这样子而错过了。你是需要去真的是放下你的身份，好，公主的身份，大家贵族的身份，尝试去接受另外一种人生，你要去学习经营这样子的一种人生，这样子。然后你要学习的是勇敢的去表达自己的感受，就算是你喜欢你不喜欢，爱恨情仇，你要学习勇敢的去表达你的内心真实的感受，这才是你要面临的课题。不要一直处于等待完美的人出现，其实有很多时候可能灵魂伴侣就已经出现在你面前了。要么你就是不敢去跟对方表达，一直在苦苦的等，而错失了，因为对方可能就是以为你对他没有感觉啊，所以他可能就结局就不一样了，他可能就转向别人了。有些同学可能会遇到这样的情况，那有另外一种同学呢，可能是对方已经站在你面前了，你已经遇到了，可是他会觉得你很难的去突破你这个围墙，你就像一个在城堡里面的公主一样高高在上，他觉得他自己配不上你。其实你是在那边开着门等他的，不过他可能心里会自卑，觉得自己配不上你，所以你们两个人会出现这样子的一种情况，这样的问题在，所以这是需要你做出主动的一步，所以这是你要去学习的。好，如果有用精油的同学呢，你可以用一个精油叫甜马玉兰的精油，因为甜马玉兰呢能增加你的心的柔软度，还有你的思想的柔软度，能让你增加就是你的心轮能散发一种温暖的能量，去软化对方，能散发这样子的能量去感动对方这样子，所以甜马玉兰这一个精油能帮到你。那整体上来说呢，选择4号的同学呢，你们的课题遇到灵魂伴侣的课题是在于你不敢去表达你自己的爱意这样子，你都在等，所以你的课题呢就是不要再等，如果真的是碰到你自己心里会知道的，真的想跟对方相处的话，或者是已经在谈恋爱的同学，你们真的是想要稳定下来的话，想要成立家庭的话，那你要去跟对方去表达，你先做主动，不要去担心面子的问题呀，或者是男女思想的问题啊，这样子的局限问题，不要去担心，就是你要学习怎么去表达你自己的感受就对了。因为你没有做主动，对方永远不知道你在想什么，然后他们可能往往就会误会了，或者是你就会错过了一些时机这样子，好吗？所以这是4号的同学咯。好，所以今天的解读呢就到此为止了。我希望呢能给大家一些启示，所以呢也希望大家能了解到，就是灵魂伴侣的出现，或者有些人可能还在等灵魂伴侣还未出现的同学，都不要执着于一个点。有时候我们站在不同的角度，以不同的方式去处理、去面对这样子的一个问题，可能会有更好的效果哦。那今天的牌卡解读就到此为止，我们下一个视频再见啦。